庄子的人生智慧，从猴子与许由身上学到的是：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你有没有过那种时刻，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，忍不住想跟全世界炫耀？先别急，咱们来聊聊庄子《徐无贵》里的2个故事，说不定能给你一些新启发。庄子可喜欢拿猴子开涮了。之前有个居功附序的故事，猴子们为了朝3暮4还是朝4暮3的粒子分配方案，一会儿开心一会儿生气，简直是目光短浅的典型。而在吴王社居里，猴子又闹出了新幺蛾子。话说吴王打猎来到一座满是猕猴的山上，猴群一见到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的队伍，吓得赶紧躲进荆棘丛。可偏偏有一只猴子不仅不跑，还在树枝尖上蹿下跳，各种秀操作，想让吴王看看他有多灵活。吴王射箭，他居然一把抓住了箭，结果这下把吴王惹毛了，下令随从一起放箭。这只逞能的猴子就这么被射成了4位。吴王就对朋友言不疑说：“你看这猴子就是太爱炫耀，才丢了性命，可别学贴，别太傲气，不然容易招人恨。”言不疑听进去了，回去就拜贤士为师，改掉了自己骄傲轻浮的毛病。3年后，人人都夸帖。这故事后来还衍生出猴子博识这个成语，用来形容那些爱卖弄小聪明的人。其实生活里这种爱炫耀的场景可不少，你想想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有点本事就到处显摆的人？还有些人就像《红楼梦》里的王熙凤，能力是很强，把贾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可为人太跋扈，得罪了不少人，最后贾府一败落，大家都离他远远的，下场挺惨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有本事是好事，但要是太张扬，早晚得出问题。猴子是太爱炫耀，那有些人呢，却是拼命躲开名声。这就说到许由避尧的故事了。聂缺碰到许由，问他去哪儿，许由说在逃避尧的禅让。许由觉得尧推行仁政，可真正践行仁义的人少利用，仁义谋私利的人多，最后仁义可能会变成害人的工具，他可不想掺和进去。庄子还说，这世上有3种人，一种是懂点皮毛就沾自喜的，一种是像猪狮子一样苟且偷安的，还有一种是像舜那样为了治理天下累得弯腰驼背的。沾自喜的人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，其实啥也没的到。苟且偷安的人只图一时安稳，却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降临。而舜一心为百姓，结果自己操劳到晚年都不得休息，那怎么办呢？庄子给出的答案是自然。他觉得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和人过分亲近或疏远，守住自己的德行，顺应自然就好。就像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，不去刻意追求什么。咱们做人也一样，少点功利心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用耳朵去听，用心去感受。在生活里，我们也常常面临各种选择，有时候太急于表现自己，有时候又随波逐流。学庄子的智慧，以更自然的心态面对生活，包容不同的想法，说不定就能发现新的可能，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下一次当你想炫耀或者迷茫的时候，不妨想想这2个故事，也许就能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，开启更自在的人生。当我们将庄子的这些智慧运用到日常，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难题都能找到新的解法。比如在职场中，项目取得成绩时，有人迫不及待地将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到处宣扬，可结果呢？不仅同事们心生不满，下次再有合作，大家都不愿与他配合。相反，那些默默耕耘，把成绩归于团队，谦逊待人的人，不仅收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职业发展之路也越走越宽。在人际交往里也是如此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一聊天就只谈自己，不断吹嘘自己的成就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的人？这样的交流往往让人疲惫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会对他敬而远之。而懂得倾听、尊重他人想法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身边总是围绕着真心相待的朋友。再看那些盲目跟风的现象，看到别人创业成功，就不顾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盲目投身创业大潮，看到热门行业高薪就不假思索的转行，这其实就是缺乏自我判断，没有顺应自己内心和实际情况的表现。如果我们能像庄子说的那样，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优势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，也许就能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种种诱惑与挑战时，让吴王射居和许由避尧这2个故事成为我们的心灵指引。在想要炫耀时，及时收敛锋芒，保持谦逊；在迷茫不知如何抉择时，回归内心，坚守自我，顺应自然的节奏。如此，我们便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
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洒脱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独一无二、精彩纷呈的人生之路，去拥抱生活给予我们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。当我们将庄子的这些智慧运用到日常，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难题都能找到新的解法。比如在职场中，项目取得成绩时，有人迫不及待地将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到处宣扬，可结果呢？不仅同事们心生不满，下次再有合作，大家都不愿与他配合。相反，那些默默耕耘，把成绩归于团队，谦逊待人的人，不仅收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职业发展之路也越走越宽。在人际交往里也是如此。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一聊天就只谈自己，不断吹嘘自己的成就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的人？这样的交流往往让人疲惫，久而久之，大家都会对他敬而远之。而懂得倾听、尊重他人想法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身边总是围绕着真心相待的朋友。再看那些盲目跟风的现象，看到别人创业成功，就不顾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，盲目投身创业大潮；看到热门行业高薪，就不假思索的转行。这其实就是缺乏自我判断，没有顺应自己内心和实际情况的表现。如果我们能像庄子说的那样，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优势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，也许就能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。当我们面临生活中的种种诱惑与挑战时，让吴王射居和许由碧瑶这两个故事成为我们的心灵指引。在想要炫耀时，及时收敛锋芒，保持谦逊；在迷茫不知如何抉择时，回归内心，坚守自我，顺应自然的节奏。如此，我们便能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洒脱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独一无二、精彩纷呈的人生之路，去拥抱生活给予我们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独特而闪耀的生命轨迹。需要我们持续用庄子的智慧去雕琢生活的每一处细节。当我们步入中年，面临事业的瓶颈与转型的抉择时，庄子的智慧同样能为我们拨开迷雾。许多人在此时会陷入焦虑与迷茫，看到周围人纷纷跳槽创业，便不假思索地跟风行动，却忽略了自身多年积累的经验与资源，以及内心真正的职业追求。倘若我们以庄子顺应自然的理念为指引，便能冷静分析当下局势，审视自身优势与劣势，也许我们会发现，在原有的领域深耕细作，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价值，会比盲目转型更适合自己。或者，即便决定转型，也是基于对自身能力和市场需求的清晰认知，而非盲目跟风。这样做出的决策，不仅能让我们在事业上稳步前行，更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。再看那些退休后的生活，有些人退休后无所适从，总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方向，或是盲目参与各种社交活动，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。而秉持庄子智慧的人，则会在退休后重新审视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拾起曾经因忙碌而搁置的梦想。他们或是投身于绘画书法，在笔墨间寻找内心的宁静，或是走进大自然，在山川湖海间感受生命的力量。他们不再被外界的期待所束缚，真正为自己而活，让晚年生活充满了别样的精彩。生活这场漫长的旅途，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挑战。庄子的智慧就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，无论我们身处何方，遭遇何种境遇，它都能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。让我们紧紧握住这份智慧的宝藏，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绽放光彩，书写属于自己的华丽篇章，让生命在智慧的滋养下绽放出最绚烂的花朵，奏响一曲动人心弦的生命之歌。让我们心怀热忱，在这智慧的护航下奔赴每一场热爱，拥抱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，无畏前行。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